全球去美元化步入高潮。随着美国债务即将到期，世界各国都对美元的未来表示担忧，就连美国的盟友都坐不住了。近日，英国和日本罕见与我国联手，再次抛售了773亿美债。这一举动无疑是给美国的后腰子上插上了一刀。关注不迷路，每天更新最新时事评论，请关注支持我们坚持做下去。美国政客尼基·黑利公开扬言，若是中国不继续增持美债，就立刻对中国发动战争。此番言论无疑是威胁我国继续为美国擦屁股。那么，美国真的会对我国开战吗？美国未来的经济局面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中美官方于日前证实，美国的现任财政部部长耶伦将于这个月的6号到9号访华。若耶伦顺利来中国访华，他将是自中美关系变得紧张以来的美国第2位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第1位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而事实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过去还不到1个月，耶伦就高调宣布要来访华。2次访华间隔这么短，所以看出美方已经要支撑不住了，想通过访华的方式向中国示好，希望能尽快与中方恢复到以前的那种正常的经济往来。而据媒体透露，耶伦此次访华的任务还不轻，总目标自然是恢复全球最大的2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经济往来。细致的讲，耶伦则是要在此次访华期间进行3件事情。第1件事情就是与中国进行高层次的经济会谈，代表美方与中方讨论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如何联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这个经济会谈的主题极大概率涉及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比如债务问题、汇率问题、芯片进出口问题，以及老百姓们也关心的关税问题。当然说是经济会谈，耶伦也很有可能在会谈上提及当前局势仍不明朗的俄乌问题。耶伦的第2件事情就是与在华的美国企业的相关人士进行会面。这件事情也很好理解，当前美国经济低迷，他要稳定军心，让这些在华的美国企业保持并扩大在华业务。第3件事情则是再次向中方强调美国政府不支持脱钩，为美国不得已的脱钩行径进行洗白。脱钩是由曾经的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什么意思？就是与中方切断关系，结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其实耶伦此次访华要做的3件事，早在今年4月份他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的讲话时就提过了。尤其是第3件事，耶伦高调宣扬尽可能的开放贸易和投资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处。于美国而言，试图与中国脱钩将是灾难性的。这番言论确实是在向中方示好，但在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惊得跟个老狐狸一样的耶伦也没忘记强调去风险言论，妄图洗白拜登政府的对华限制措施。那么何为去风险？事实上还是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断链。美国政府曾多次宣称，跟中国合作就是风险，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就是风险，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就是风险等观念，潜移默化的强化其他国家对中国等于风险的认知。美国既想蹭中国发展的好处，又想联合其他国家围堵中国发展，维持住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又要加强美方与中方的经济合作，又要围堵和制裁中国的发展，还想让中国接受美方荒唐的去风险解释。美国政府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在当前美国的经济背景下，耶伦强烈要求访华，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中国政府谈判，让中国增持美债。当前美国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若美债违约的情况发生，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到时美元飞速贬值，美国政府拿不出钱充当军费，也拿不出钱给政府的工作人员发工资，美国的当地企业也会因为债台高筑而无力支付员工薪水，只能进行大规模裁员。有经济学家表示，美债违约恐会摧毁美国国内近74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的 GDP、股价都将受到影响而疯狂的下跌。到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衰退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宣布将参与明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后，为了增加自己在党内的好感度，获得更多的选票，他发表出了极其猖狂的言论：美国对中国意义重大，美国若是倒下，中国的经济必将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倘若中国这个时候见死不救，不再增持美国的美债，
那么等自己上台后，一定会发起战争，让中国成为灰烬。要说黑利也算有点脑子，他也知道美国此时的经济已经跟在大海上漂浮的破旧木船没什么区别了，只要再来个小波浪就会崩溃。现在有实力大量收购美债救美国的只有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但美国这些年可没少针对中国，又是台湾问题，又是贸易战增加关税，又是脱钩去风险化，就没消停过，一直在给中国找事，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增添绊脚石。以现在中美的关系来看，就算美国苦苦哀求中国，中国也绝不会买美债。黑利也正是知道这一点，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妄图通过武力威逼的方式逼迫中国增持美债，只能说他是狂到没边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确实非常强大，拥有54艘核潜艇，11艘航空母舰，空军各类战机总数达到了13000架，甚至说现阶段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也不为过。但要把中国变成灰烬，只能说是痴心妄想。中国从未停下过追逐美国的步伐，不断的提升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像我国的第5代战斗机歼20，隐身性能、机动性能极高，其空中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而且我国目前正在研制具备歼20所有优点，在低速起降方面比歼20表现更优秀的歼35，到时若是研制成功，投入生产，装备到航空母舰上，只能说如果战争爆发，在制空权的争夺中，中国又将增添一丝把握。除战机外，中国的远程攻击导弹也取得了新的进展。2022年珠海航展上，我国的轰炸机轰 6K 携带新一代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在众人面前亮相，震惊了全世界。就连一贯狂妄自大、瞧不起中国军事作战能力的美国媒体，在看过轰 6K 携带新一代空射高超音速导弹亮相后，也感叹中国的远程导弹打击能力已经不容小觑，说不亚于美国一点也不夸张。现如今的中国新研制出的高精尖武器装备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陆海空3位一体联合作战能力已经不容小觑。如果美国真要打，那我们也有能力与美国掰手腕。而且现代战争打的是钱，虽然美国的军工制造能力世界第一，在1941年到1945年这短短的4年时间内，美国就造出了1万艘军舰和30万架飞机，但以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战争一旦爆发，美国根本就支撑不了几天。反观我国，不但国内经济稳定，战略资源例如石油、钢铁等也根本就不缺。战争若是爆发，后方将源源不断的生产出导弹、飞机供前线的将士使用，根本不用担心钱或是战略资源打完了。也就是说，中美若是开战，只会势均力敌，而绝不会出现像黑利所说的中国成为灰烬。而且倘若中美开战，斗个两败俱伤后，受益的只会是俄罗斯及欧盟成员国。老奸巨猾的美国政府一定明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与其与中国拉扯，美国更不希望让俄罗斯和欧盟成员国获利。而且现在有实力大量收购美债救美国的只有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国，向唯一能救自己的人开战，只有十足的蠢蛋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因此黑利口中的发动战争也只会停留在嘴上，美国政府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实际行动。美国如今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处境，美国政府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地位，他是求人的一方，理应先拿出诚意，比如说立即调整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打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立即停止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干涉，只有这样中方才会考虑帮助美国度过此次危机。但即便中国增持了美债，帮助美国度过了此次危机，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美国要想把经济恢复到正轨上，必须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打压行动，与中国积极展开合作，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之间的状态理应是对话合作，而非是对抗。只有对话合作，两国的经济才能平稳健康发展。